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2号，星期四。今天出来的晚啊，今天要跑的更少了。还是换回这个小摄像机，我觉得运动相机用那个大摄像机还是太沉了，就日常拍摄啊。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，那个相机拍4K60，然后剪辑和生成的时间比较长，并且呢，B 站上4K60它后台转码时间长，审核的时间就长。先感谢一下，B 站的 UP 主叫递了个毒，对吧？第一次跟您互动，其实我看过很多您的视频，拍的都效果特别好，一看就是精心拍摄和制作的，不像我这个。我找了个废旧的帽子，打算试一试。比赛怎么拍摄还在研究中。今天咱们回评论，正好也是我第4个训练日，这次的时间调整的还行。今天周4嘛，然后明天早晨出发去东京，应该是11点左右吧，能到东京站，然后在东京站吃午饭，吃完午饭去台场去领东西。东京马拉松是早上9点10分发枪，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逻辑。大阪是9点15，弄得算时间特别的麻烦，很尴尬。今天就跑个几公里，咱们聊聊天就结束。我也稍微缓解一下心里的紧张和压力。就不管冲不冲成绩，其实都会有紧张和压力。我也争取能够把自己练得更强大，让早日有一天把这种紧张和压力变成敬畏。我之前也提过，今天出来跑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再校准一下 Stride， 因为在东京马拉松的时候还没有确定用 GPS 还是用 Stride。其实现在东京的赛道在高楼区域的部分不是那么多，不行我们就再极限测试一次 GPS。开始回评论啊，评论这个来自 AI 是怎么回事？有一期节目我说过 ，OpenAI 是有开放 API 的，并且有一个好消息啊，昨天夜里，3.5版本的 GPT， 就是现在 ChatGPT 用的这个模型的接口开放了，而且要比现在的那个便宜。现在的之前最新的模型，我是这样，因为用 AI 回评论并不是目的，目的是无论是移动版还是网页版，哔哩哔哩在处理评论的时候不是太顺手，就没法做到一条一条回，总要键盘鼠标或者键盘触摸这种去操作。我最初是弄了一个命令行版本，就类似对话那种。有风啊，大家抱歉。用哔哩哔哩的接口去读我视频的所有评论，并且是我没回过的。然后呢，就命令行嘛，交互嘛，出一条我回一条，人回车；出一条我回一条，人回车。后来呢，进化了一点，我写了一些关键词，如果匹配到只是打卡或者问好的，我看完以后，我就不再手动打字了，会自动出这个，比方说加油啊、早上好啊什么的。
之后我就想到了可以接 AI， 如果又没有匹配到关键词，然后又挺长的评论，我就先提交给 AI， 之后我再阅读这个评论。现在 OpenAI 的速度，等它生成了一个评论之后，我也读完了，然后我再看它生成的评论行不行，行就回，不行我再手打。我是不是跑4休1？是啊，除了有比赛或者特殊情况要调整的时候。45岁的老哥，其实咱们频道有好多年长我不少的老哥。跑量也挺多的，一年好像跑了4000，但是就是绝对速度上不来，这个很能理解。为什么我现在说比赛我的成绩不抱太大希望呢？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或者说力有余，但就是不足，就有劲儿也跑不快了。这个退步很明显，随着年龄。但是我分析，可能咱们这个年纪，就是35岁到45岁，或者35岁到50岁，这个区间是一个低谷期，过了可能还会再上扬一点点。我的评价是，55岁之前3小时45，差不多是极限。普通人，凭感觉说的啊，不是很科学。加油干！女性33岁才跑了2个月，看咱们频道比较刻苦，也比较有天赋，已经可以完成半程马拉松了。真的，真心恭喜您，了不起！我相信每一个开始跑步的小伙伴，在跑完人生第一个半程马拉松的时候，都是很开心、很开心的，因为至少叫做马拉松了，对不对？真的了不起！还有很多晒 PB 的说，听了咱们的建议，无论是增加了一些强度，还是拉长了距离，天气转暖以后都有了好成绩。衷心的祝福您各位。接那个跑量的话题，川内优辉大阪马拉松跑了2小时07分多，险些创造个人最好成绩。之后他在 Twitter， 如果大家有条件可以去看看啊，就是真名，晒了他最近几个月的跑量，大概是600公里左右上下，少的时候有500多，多的时候有700多。跟他自己跟他几年前比较，他几年前都是700、800、800、900。他说听了一些人的建议，说超过600以上还是500以上，我忘了。每个月的跑量并不能显著提升专业运动员的成绩。他是这么说的啊，并且从他身上好像也，这个我基本同意，因为对他说那个人应该也是针对他的这个情况。我们不能否认非洲运动员一个月跑800、跑900是错的，因为不同的人身体承受的能力不一样。就像我现在说，普通人跑400就很难恢复了，尤其是运动员，或者说像我这种愿意跑的人，并不是没有时间或者心里不想跑，主要就是训练完之后身体恢复不过来。但是侧面证明大家，我们东亚民族这个体质，我觉得真的对普通人来说，500一个月真的是很上限了。如果你拼命跑到600，如果在比赛月之前的一个月无法轻车熟路，或者无法很轻松的还能应付到400、89，甚至是500，就是你平常的跑量是600，如果你在比赛前那一个月，那准备那一个月不能轻松的完成500多，那其实最后比赛的成绩，我觉得啊，和每个月跑500到550不会有太大的差距。这是我之前的经验，我之前每个月跑500，
比赛月能维持在430就很不错了。我觉得400到500的提升要比500到600的提升多得多，大家自己看吧。自测30怎么判断马拉松的配速？好几个小伙伴聊这个，我再就是解释一下。如果您是完全按照比赛当天的那种补给和早饭，并且全力以赴的跑了30，就跑完30真的跑不动了的话，那么呢，就是那个30公里的平均配速可以当做马拉松比赛的目标配速，或者说马拉松比赛的目标配速比那个配速再慢2到3秒。如果有的小伙伴说空腹测试，或者说随便的补给，那就把那个30公里甚至再加2秒，而且还要看您的体感。我说的都是跑完以后就不行了那种。大部分小伙伴我看都是还有余量。4分58的配速完成了一个30公里自测，是不是破330有难度了？还是那句话，330应该就是458吧。如果您这个30公里很极限了，已经不能做到更好了，那是有难度了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就有机会。新手有什么手表推荐？我觉得刚入门的小伙伴可以选2000左右的手表，高驰的或者佳明的，便宜的款式都可以。如果您是苹果的生态的重度用户，生活也用，其实 Apple Watch 也可以，但是价格就高了。如果选蜂窝版本的话，初跑者不太需要上 Apple Watch Ultra， 泡不泡脚或者泡澡，我只有在第2天是休息日的时候才会做这个事儿。之前我也分享过，比赛之前那一天千万不要干这俩事儿，这样你的肌肉太松弛，影响你的发挥。就像我说的，现在尤其是去年每个月跑500的时候，恢复不过来，我甚至连休息日之前那一天都不敢跑，有的时候就怕影响第3天的状态。行啊，我们开始折返了，评论也回完了，大家加油干吧！这么多打卡的、分享 PB 的小伙伴，我真的是挺开心、挺感动、挺激动的，真的。祝大家一切都好。3月2号星期四清晨7点16，训练结束啊。今天还是一个8公里，37分钟，平均配速4分36，心率146，步频195，功率227。今天中间有那么一点点稍微加一点速，找找感觉，但是并没有加到绝对的速度，因为昨天跑的相对比较快，下起雨来了。这边温度回升了，今天10度，穿短的了。比赛也是，应该就是竞速背心、短裤、臂套带厚的这一款。这款臂套在这边好流行啊，这是第1年吉普乔格尝试破2的时候的那一款，当时卖400多。后来有一段时间打折的时候上过一段时间有，但是我就只有这一副。但是它这个版型不是特殊的，就 Nike 这种厚的臂套应该都是这个版型，还是挺舒服的。你看我贴这个评论的提示的小条，这就是迪卡侬的绩效贴。我比赛的时候如果想冲成绩也会贴这个，写配速表，因为那种手环吧，我觉得真心的看不清，真的看不清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聊聊评论，然后回去调整状态，把衣服收拾，洗一洗，带齐东西。明天早晨去东京了，这雨越下越大。这是一片住宅区，还是挺安静的。那就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明天去博览会，明天停训1天，看看今天能不能把大阪马拉松观赛的视频传上去，然后明天发，好吗？那我们加油干！我也
加油干，注意身体，别受伤，别生病。3月19号有比赛的小伙伴一定注意，别受伤，别生病，好吗？那咱们下回再见了。